3把刀再战擂台，挑战者来势汹汹，但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帮帮卡越玩越狠，我们越打越强。到目前为止，来了6位参赛者，12场比赛只夺了3把刀。都说了嘛，挑战者设下了10把刀目标 ，Mission Impossible。你们有胆的话，就来挑战我吧，我随时 ready。3把刀，一条心。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2位评审 ，Jeremy 还有 David。Jeremy， 其实你也是蛮爱吃的嘛，对但是因为这几年了，你都保持身材，所以对吃有什么要求？就是健康，我觉得，少油、少糖，少盐。 OK，David， 那你再次回归的话，对我们的这个挑战者有什么期待吗？哇，期待非常高了，因为他们也算是已经有经验了嘛。但是 David 啊，只送出3把刀而已。好，接着下来这位挑战者，大家是不是还会记得呢？马上来看一下他是谁。酒香王子，这右边这个有点像印度餐。冯师傅，没什么印象了。我真的是不记得。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会有一点印象，因为其中一道菜是对你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他长得蛮高的，应该如果没有错，他应该是拿到2把刀吧。我记得他是从 basic ingredients 开始做成一个 product。Prata 有影响，有印象，不要带影响。把人就忘记了。他用很多香料，印度料理的东西。对，马上来看一下。我的秘密武器就是香料。既然来到这里了，多吃鸡。鸟巢啊，处理得非常好，又薄又脆。稳扎稳打，鼓起我有个冲动下去要挑战你。揉面的功夫呢，其实我真的是非常敬仰，那个蛋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比我吃那些真正印度餐厅的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一路其实让我成长很多，谢谢你们。香料饭档口结束营业，但我对烹饪的热忱从未打烊。各式各样的印度香料依旧是我最佳的战友。上一次距离3把刀只差1刀，这一次我带着我的伙伴们强势回归。马上欢迎林光豪，欢迎你回来。这么说你拿了2把刀，你是在第3系列吧？对，第3季，你败给谁？ Eric 有败在这个米粉有一点偏硬了。你的胜诉是飞天米粉。对，飞天米粉。好，这一次回归哈，请问第1把刀你要挑战哪一位师傅？听说有个人好像很久没下来煮了，应该我抓他来练手好一点。其他的对吧，已经常常在煮，他们应该很熟手了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徒弟很久没下手的来。是那个徒弟很久没有下来那个。对，这就是我了，我的不对，就是你了。所以你要挑战的是 Eric New。Chef Eric New。挑战师傅一定要先过徒弟这一关，徒弟请接招。Chef。 我已经痒了。你期待怎么样的主食材？我期待有一个东西给我煮就好了。期待，不如马上揭晓答案。来吧，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哟，来喽！哇，煮土啊！他们很喜欢 zoom 嘛 root vegetable， 哦，有点像山药的那个皮哦。冯师傅，这个只看到一层皮啊，不是什么东西来的，这是。张师傅，莲藕吧，可能地瓜还是腌还是什么？ ，Baccarat 黑果。巴古拉，good idea。我觉得一定是一个面包。一定啊，你还用一定。对，OK。好像有点木薯的感觉。Tapioca。 Chef Alvin，最终还是你要决定。 OK 了，我们就用purple sweet potato。哇日本紫薯啊。好，马上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主食材。那边，我这样子看呢，好像芋头哦。对啊，跟那个紫薯没关系了。番茄哪里有？马铃薯啊。他真的用马铃薯做主食材，做面啊，面呢？马铃薯面。 Noki 哦，我帮你找看有什么。你要什么面粉啊？你要 cream 吗？要。说你要做什么味道的？肉碎酱啊。肉碎酱啊。一路好友，这 Asian 啊 Asian， 这肯定是做 Asian， 他做那个好像面粉果这样子的，
炸酱面，有一点 Noki 这样子了啊。Noki 是好像算盘子，算盘子是这样子对西餐的算盘子，用土豆做成的。哦，OK。关好，你的主食材选择的是马铃薯。对，为什么你的主食材会选择马铃薯？其实马铃薯是一个很家常的食物。是，那你这个马铃薯是什么马铃薯？荷兰土豆，因为我常常接触的就是这种土豆。好 ，David，Holland potato 有什么特质吗？通常我们在新加坡用的是 russet potato 的淀粉比较重一点，这个淀粉就比较 light 一点。好，你知道你的烹饪时间是几分钟45分钟。 OK，Chef Alvin 有几分钟Chef Alvin 扣10分钟。35分钟。好，45分钟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计时马上开始。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首先你要处理的是你的马铃薯。对，马铃薯我要削皮先，削了我会拿去高压锅煮它，我会削2颗而已，然后其他的我会抛丝。为什么用高压呢？高压锅煮出来的它会比较完整的。如果你用低温慢煮，对吧？它煮到熟的时候它就散了。哦，好，张师傅，平时处理这个马铃薯，你会用高压锅煮吗？我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一定要用高压锅了，因为要煮到它熟，最少也是要30分钟。哦 ，OK， 关好。那你现在要做的灵感来源是哪里？灵感来源是日本的 croquette， 过后西方也有，还有我加入我自己的元素。但是基本就是从 croquette 那边开始。它有 croquette， 还有 roasty 的，还有 roasty。所以你看我泡土豆丝吗 ？OK， 可能他做亚洲风味的 roasty。我很好奇，就是要削皮的时候，通常不是要煮过才削吗？所以削了再煮，还是煮了再削，会影响口感吗？哦 ，OK， 如果你削皮了来煮这个马铃薯，它马铃薯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。OK， 如果你不削皮，你把皮包住那个马铃薯去煮它，然后把皮剥掉，它的水分会比较少。OK， 对，关好。所以你这个都会弄干吗？要洗，要不然等下炸的时候它会全部粘在一起。哦，它 pure potato 都5分钟了。我开始要准备我的那个酱料了。这么快哦？因为我的酱料很多都是从头做起的，比如我的美乃滋3包是先做的。哇！对，来了。这时间没有到，哎，这9没有到，欢迎师傅，耶，欢迎，师傅啊，你这里食材不是很多啊？不多啊，我先看煮那个 potato 先。等一下，你的 potato 怎么切？比较快熟吗？你煮的话煮多久？5到8分钟可以了。你现在在切你的小洋葱？对，干嘛用的？炒雪了，做葱油。做葱油。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些粉状的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因为等下你烫了它会比较多水吧，所以我们还要用粉跟鸡蛋去固定那个酥面。你要做面疙瘩啊，很好。所以关好。你这里在干嘛？我在爆香这个3包的香料，之后要做你的这个酱料嘛？对 ，OK， 时间剩下31分40秒，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哦，全部熄火。好，敲钟的话就是说邦邦卡要出来了，紧张吗？开心哦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邦邦卡到底有什么选项 ？A、B、C， 那么就选 C 吧。C 啊。我们来看一下 C 到底是什么？躺平。我想躺平。师傅要下来了，师傅下来了，还要躺平啊！关键在那3点了，为什么无端端的放到3点在那？3点哦。要躺平要有3个条件，可能减3分钟。应该是躺平到剩下3分钟。Chef，你想知道什么是我想躺平吗？不是很想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还是要请到备菜区看一下啊，过去一下就知道。休息咯，好像阿翔这样咯，在那边休息咯，喝咖啡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来了，哇，跟那个谁一样？呀咯，怎么我那次没有这样的？哇，阿翔的是坐住的。哇，有的按脚啊。没有水啊 ，Chef Alvin，Chef Alvin， 哎，舒服吗？好舒服哦。好，我们的邦邦卡是我想躺平，那 Chef Alvin 基本上已经在躺平了。
所以他躺平的话，谁会在擂台呢？我们有请 Chef。哎，来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躺着看，好舒服。好，张师傅，你刚才说那3点，真的是有意思的。邦邦卡，请上菜。耶，哇，这个是 double 棒棒卡。这3样东西就是代表那3点。这个需要光好来帮一个忙。你可以从师傅这边选出3样你要拿走的食材，兑换这3样。哇，拿掉3样啊。它基本上有炸的东西 OK， 那拿走，但看它怎么炸。肉，好，我在那边。哇，拿肉类。你刚才记得 Chef Alvin 他说他要做什么？面疙瘩就是面粉，面粉拿走也是完蛋了，所以你就选择这3样。好，没有东西煮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3样到底是什么。哟，西瓜，哎，第2样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是哦，还是什么？啊 b e s i m o n 第3样到底是什么？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哎。第3样到底是什么？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哎。豆芽。对，新加坡农产品的豆芽。种植豆芽无需阳光土壤，只要3天就能新鲜采收。本地豆芽厂采用全自动灌溉系统，用计划雨水浇灌和清洗，环保又节能。每批豆芽经过筛选和脱壳后，直送市场与超市，保证新鲜好品质。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挑战，整碗需要用完。一半你吃掉咯。豆芽很多，在那时候我也是在想怎么样呈现才会喧宾夺主。时间剩下31分36秒，计时开始。OK， Chef， 哎，你这边怎么样了？我现在把土豆先弄一下。哎，刚才 Chef 弄了，你丢掉了。他切的那个，等一下我可能会用，可能不会用，因为我一边做一边想啊。所以现在暂时想到什么？我想做一个土豆杯。土豆杯，所以你是挖一个洞啊，把豆芽放进去咯。OK， 豆芽可以做咸的咯，西瓜可能可以做一个配酱啦，就有咸跟甜的东西。那你的柿子呢？柿子会跟西瓜一起做一个沙律，西瓜沙拉，水果跟 persimmon。好，把它冰起来。光好，你这边在干嘛的？现做美乃滋，里面有什么食材？鸡蛋油，如果普通话他们是会用醋，我是用这个卡拉玛西。Chef， 丢，卡拉曼西可以代替吗？可以，它有 acidity 啊。OK， 只要够酸就可以了。柠檬什么都可以。可以。 Lime，OK，Lime 就 OK。好，你这个美乃滋加了这3样东西之后呢？所以我们拿 Summer Splendor 来把它打得乳化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差不多1分钟就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对。所以你加了什么调味？盐、胡椒还有一点 cumin。OK。哇，紧张。对，看得出。所以你的油温是多少？这个在150。你要炸到什么温度130。你这个一定要130。我曾经炸过比较低，对吧？等下还要不脆。OK。暂时130我就要收了，我要拿起来先，等下我再翻炸。哦，炸2次，翻炸。对，翻炸会比较脆。对。它的麻油看起来很像很水耶。对，这个会比较水，因为这个你要沾着吃的，太过浓，对吧？它沾着吃的会感觉比较恶心。哦 ，OK。19分钟 ，Chef，how's it going? So far so good。好，我现在非常期待啊，你的这个马铃薯到底要怎么入菜？我马上就了。马铃薯炒豆芽，洪师傅会常用马铃薯跟豆芽结合在一起吗？不常用了，但是如果是真的要用的话，就会把马铃薯也切成丝，要跟豆芽一起炒的话，可能就会更均匀一点了。哇，现在感觉梁师傅好像中餐师傅了。Potato braising pressure cooker 是我新发现来的。pressure cooker 在压着它的时候，它有完美的形状，然后口感很绵，所以这个 pressure cooker 是有帮到忙的。好，关豪，你的马铃薯球已经捏好了，里面有馅料吗？它的里面就是姜花，它的料就是姜花，所以这个有一个香姜花的味道。啊 ，OK， 但是现在这样看啊，你的这个薯条啊，它已经收缩的蛮多了，会不会太干呢？
不会，因为你看我的这个对吧？你们说有点水，它的有一点水的想法就是在这里来的。所以它水，所以这个可以硬一点没有关系。对，它硬了，它粘下去你就觉得顺了嘛。啊，哇哦，这个细节很重要哎。哇，他的手抖得很厉害。紧张嘛？哇，抖到你还看得到吗？看到，这样差不多了，这个颜色上了。 OK， 再不上就黑了。好，关好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裹这个啊，所以就是这样裹起来。对，那再回去还要再炸。对，哇，还只剩6分钟哎，来得及，复炸1分钟。哦 ，OK， 好 ，Chef， 哎，你又在炒豆芽？对了，2个口味豆芽，你放在这里哦，放这里。哦，放在上面。等一下我把它挖肉 ，OK， 放在里面。哇哦，啊 ，OK， 所以你这个是什么口味？豆瓣酱的口味。豆瓣酱，你这个呢？虾米。还有虾米。所以感觉你这道菜真的是很中式。我从这边看全部都是豆芽，因为马铃薯被盖了。好 ，Chef， 哎，还有你的沙拉啊，对，这是马铃薯、西瓜，还有柿子，你试一下味道了吗？哎，退货。调味感觉上还没有好啊。应该是西瓜甜，可是那个马铃薯没有味道。哦 ，Chef， 如果那个油温太高的话，你下去它会不会散掉？不会，它有那个蛋做住。哦，它本身那个还有一点粘性。 OK， 时间剩下55秒。Chef， 你的沙拉调味的时候 OK 吗？现在 OK 了，加了盐巴，还有糖。好，关好。现在也是在摆盘了。对，我替他紧张。时间剩下10秒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做得好，辛苦了。哇，梁国伦，很爽哎。哎呀，老板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久啊。重点是我们来了，你还在。对，这个是大赛的。我5个系列原理是第一个躺40分钟。首先我们要试吃的是梁师傅这道菜，请问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？土豆双味。因为有一个土豆是在豆瓣酱炒的嘛，另外一个土豆是加入水果里面，可以先吃上面的豆芽，就是跟着那个马铃薯一起吃啊，对，然后下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，OK， 然后吃到沙律那里又是另外一种。因为你会担心，因为豆瓣酱跟这个虾米这2种口味加起来会不会有点类似？不会，所以豆瓣酱本身是比较咸的 ，OK， 虾米是香的 ，OK， 而且先吃上面的那个嘛，再吃下面的。然后再吃沙律，所以3种。哇哦，3味。好，第1道都已经试过了哈，马上来试一下我们的第2道。请问你这道的菜名是什么？我不是蛋，它外皮是 rusty 的灵感，中间呢是可乐饼的灵感，然后里面我是用姜花，那个 dressing 是 green sambal mayo， 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口味。那顺序方面是直接这样切就吃了就对了是吧？可以切着吃过后，你们要配着那个青椒吃。OK， 青椒你一吃下去，又有点感觉好像在吃米肉布的感觉。啊，米肉布也是一个土豆的汤底来的。哇哦，好，这2道成品谁会胜出？待会儿揭晓。光豪能否夺下他的第1把刀？请看成绩。我蛮满意的，虽然时间上可能有一点乱了，但是我一捞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成品。我已经尽量的把马铃薯放在每一个步骤里面，虽然成分没有豆芽多，可是也尽力了。恭喜光豪！我们来听一下评审有什么话说。来 ，David。OK，Chef 的呢，我觉得你的菜，我吃的时候有一个回家的感觉，只是土豆和豆芽的比例有点偏向豆芽那边，那个很遗憾的。光豪呢，你这道菜无论在口感还有味道上搭配的非常的好。最惊喜的就是那个 sauce， 我以为是很 heavy 的，但是吃起来就很 light， 很 refreshing。谢谢张师傅，光豪，恭喜你，你的这个我不是蛋，做得非常好，有创意。然后你外面的那个土豆真的是很脆。但如果要做好的一个 croquette， 里面呢你可以做比较细一点，塞一点，好像一点肉啦，或者海鲜啦，不然整个只是那个土豆嘛。Chef Eric Neo 豆芽炒得非常好，又有口感，
土豆呢，我觉得可以分开来 present 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尝到2个口味啊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沙拉，有一个那个过年的感觉啊，非常好。 Jeremy。 Chef Eric 的他的那个马铃薯跟那个豆芽呢炒得很好，还有那个沙拉呢很 perfect， 所以是蛮 expected 的。可是你因为从头到尾你的解释我不是很清楚你在说什么东西，可是最后 surprise 很好吃哎，真的意想不到，所以恭喜你，冯师傅。Eric， 你的豆芽其实蛮有到位的。如果可以有2碗饭的话，肯定可以把它配完的吃完。主要今天的主题是土豆啊，就是马铃薯。 可能你需要时间去处理那一个豆芽，所以你在马铃薯方面可能是稍微忽略了一点。然后光豪哈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层次感，然后是外酥里嫩，再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。梁师傅，你有什么话要跟光豪说的吗？光豪今天做的土豆的那道菜，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当然有那个能力拿了这把刀，下一把就是我2位兄弟了。对对对，光豪，那恭喜你可以获得2000块钱外加这把刀，恭喜你！现在你就是要想一下了，你还想继续挑战吗？我一定是 all the way 去到完的。 All the way， 勾勾小手指。OK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看着我们2位师傅，你想要挑战哪一位师傅？上一次你是败在张师傅的手下，对。这一次啊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哦，所以你要挑战的是 Eric Teo。Chef Eric Teo，OK。你要挑战张师傅。对。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哇！冯师傅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一些海贝类吧。Jeremy， 很明显的沾了粉的虾。我看好像面粉。Chef， 你呢？菌类。有点觉得好像是 cauliflower 嘞 ，mushroom 之类的。mushroom 菌类 ，OK。不是面粉，不是粉来的吗 ？Chef， 请问你觉得这个主食材是什么？我觉得是蛤蜊啊。蛤蜊，最后决定。蛤蜊，到底是不是蛤蜊？马上去备菜区看一下。啊，圆圆的是碗来的嘛？一个碗来的。什么粉？面粉。等下你捞一下，里面有虾。看它的图案，那个黑那边的，哎，用面粉。当我看到面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有点挑战啊，因为面粉需要时间。他其实很厉害，做这种面粉类的东西啊。哎，我没有拿到菇类的哈。我这个 idea 呢，要做一个 special， 所以我的准备材料呢是走安全的路线。如果这个棒棒卡进来的时候呢，是水果也好，肉类也好，菜也好，没有问题，还可以加进去的。光豪，你选择的主食材是面粉。对，上一次你打败其中一位师傅的也是用面粉。对，上次我是现场做 roti prata， 这一次呢？这一次我做的是 flatbread。好，这一次你的烹饪时间有40分钟，张师傅呢？30分钟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40分钟计时开始，来加油！好，你加的那个是什么？糖、盐还有酵母。这个是要准备做你的扁面包。对，要先发酵。OK，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煮牛肉。这个是牛腱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长一些时间来去压起来。所以你这个要煮多久？大概要30分钟呀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做这个腌料。腌料有什么食材？腌料食材多的。OK， coriander粉，然后糖、盐、黑胡椒、孜然粉、红椒粉。黄姜粉、咖喱包的大蒜粉 ，OK， 然后有这个炼油的，然后有点柠檬，一点油，花生油而已，然后现在把它搅均匀。所以你的酱料那么多的话，会很复杂吗？这道菜偏向中东，比较土耳其式。David， 通常土耳其是吃些什么东西？土耳其其实他们的食物是
很多焖，味道是非常的复杂。 OK，所以它这么多香料的话是正确的。对，好，现在在干嘛？哦，现在我在准备这个香料油来涂抹的。涂在那个面包上。对。啊，OK，这是要做沙拉吗？对，是个沙拉。OK，我在想为什么不要先做那个面包，反正要发一会儿。有一些是要酵母放到水里面，让它先发现才下面。才放面粉。哦，这个水你看它起了泡泡了过后才算发酵吧？我要开始揉面了。哦，直接加油。对，直接加油。加油下去的话，就避免它那个生太多的筋。 所以它筋如果太多的话呢，那面包吃起来就没有这么松软。哦。像一般现在你做中餐，你做馒头的话，它也会有一些也会放一点牛油或者是油下去，它馒头做出来会比较松软一点。所以你要搓到什么程度？搓到光，你看，特别我的手光，你就讲光滑了，光滑，它不沾手。哦，就推到它很顺。来，加油 ！All right. Good luck, mate. 有，1 6，来了！哇 ，Chef 信心十足啊，还能绕场走一圈。OK，Chef， 喂，你这边在干嘛？搞面粉哦。你是要做面包吗？不是，我是做馒头。哦，不是了，骗你的啦。那你做什么？spaghetti。 所以类似于像是面包嘛？不是面包啦，是好像一个豆这样咯，好像板面这样咯。哎，下了钟就是我们邦邦凯要出现了。对，请看邦邦凯有什么选项 ？A、B、C， 你的选项是？刚才已经选了 C， 上一个吧，那 B。对，好 ，B 到底是什么？请看 B。哇，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。Jeremy， 就是该用的就用，不该用的就不要用，叫他知足常乐就好。冯师傅完全没有头绪，没有啊？对啊，知足常乐很广哎。 Chef 你呢 ？I don't know。我们听谐音，谐音的话，这个不错。知足常乐，这次惨了。这一次惨了。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字开始，知这个字啊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？果汁啊，还有吗？知识，芝麻。其实最正确的就是 Chef 你知3点水一个食，那个就是知啊 gravy 啊，哇，知足常乐，知很足的话，你就会很开心。就是请你现在把你的料理做成一个会爆汁的料理，就比如说小笼包放在嘴巴里面，对，所以它会爆汁，所以就跟我的一样啊，这次惨了，这次惨了。它会爆汁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给他吓到。其实我不能想到什么，因为我看我的食材没有什么都好爆啊，所以我要做比较奶溜一点，所以你咬的时候它会流出来。时间继续跑动。Ravioli。So Chef， 现在你的成本会比较不一样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做 stuffing 了咯。但是会爆汁吗？没有爆到这样厉害啦。如果你要爆的厉害，你一定要放在那个 freezer 嘛。OK， 它会有汁咯。但是要爆嘞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尽量了，好吗 ？OK。哇，光浩，你这边的都做好了，很快嘞。所以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东西？芝士，里面有5种芝士。所以你这个会爆浆吗？这个不会爆浆，它有2种莫扎雷拉，还有 cheddar， 还有 feta， 这些是比较浓稠的，所以它不会爆，不会爆。我有做几个风味，2个原味，然后2个 onion 跟 coriander。你这个 flat bread 是需要高温吗？不需要太高温，中火。 OK。哇 ，magic！ 喂，梁师傅，可以。你有看到这样做 flat bread 的方法吗？通常 flat bread 本身我们是用那种 oven 嘛，可是如果他现在用煎的方式啊，也是可以的。OK。好 ，Chef， 你这边很香哎，你爆香培根要拿来干嘛？做那个汁咯。然后你的这个蛤蜊呢？放进去里面了，做馅料咯。
所以做一个汁也是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没有想法了。也是一样，一面做一面想。呀，王师傅、张师傅选择用这个，你觉得他会把这个来干嘛？一般是做皮吧，拿来做一个 holder，然后东西放在里面，然后包起来，哦，定型的啦，定型好。哇，好香哦！张师傅，为什么你有一些有扒壳，有一些没有剥壳呢？给它开比较容易包。啊 ，OK。梁师傅，那这个汁要包在面粉里面，可以行得通吗？你觉得？所以他用那个碗把面粉压进去，然后那个汁可能就会倒进去里面，然后再包起来。徒弟在西式料理会常做爆汁的东西，可是要爆汁有一个过程，那个过程就是要给它速冻，所以现在其实是不可能有这个过程的。张师傅，这个你会烤吗？还是蒸？还是要炸？还要蒸。哦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哦。它蒸的过程皮会不会破？冯师傅，你觉得它的皮会够厚吗？我倒没有试过这样子的做法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是担心可能那个水分会碰穿那个皮，就可能就，我觉得很挑战啊这个做法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能做成功的话，就肯定爆很多，爆得很厉害，那就很成功了。爆了，哦，已经爆了，开了。哦，已经爆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包里面的料啊，非常的足啊，应该是很鲜甜、很美味的。光豪，你这里进展如何？我这里进展很顺利。你现在是在干嘛？我做一个中东有个蘸料叫hummus，鹰嘴豆的蘸汁，它是蛮浓稠的。OK。通常他们用来蘸那个面包吃啊，也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。它这个就好像我们以前吃嘎酱布丁的时候，对，有一个黄色的那个豆是 chickpea。chickpea。如果说 chickpea 的话哦，是黄色的。所以你现在搅出来是变黑色。哦，我有放黑芝麻。为什么要加黑芝麻？哦，因为我们喜欢吃黑芝麻糊，对吧？它类似这样一点点黑芝麻糊的感觉。啊，这个是你自己的喜好。对 ，OK。你现在在弄什么？炒牛肉。所以你那个牛肉拿出来了，切片的，对，沾，然后现在炒。对，所以你这个是拌着你的 flatbread 一起吃。对，你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点像是，你知道我们去吃 kebab 的时候，就是从那个竖起来的那个肉，那块肉这样。你这样的煮法哦，会不会很干？会比较干一些，但是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只是配菜而已吧。OK。你现在准备的是什么？下面的sauce。所以用菌、小番茄，为什么你的小番茄不要切一半呢？给它咬可以爆吗？直接1分30秒。哇哦，加油！加油！感觉上 chef 你这一道就有点像是西式小笼包，手不要抖10秒。 OK。来了，加油！6、5、4、3，加油加油！2、1，停手。首先我们要试吃的是 chef 你这一道，请问你这道菜名是什么？菜名叫西式小笼包，看了好像小笼包，可是有点粗了。然后里面呢，它的做法是跟小笼包差不多一样，就是爆出来的，它的精华就是在里面。 OK。那吃的时候呢，最好是用手这样。对，不然它会流下来。OK， 所以用手去抓它的上面，抓它的上面那个部分。对，有爆汁的，有爆汁哈。哦，漂亮。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西式的 lasagna。其实我觉得比较像 ravioli， 但是这个皮稍微就厚了一点。皮其实是有一点往这个板面的皮的做法。OK。好，接着下来光好，你这道菜的菜名是扁面包3重奏，它有3种味道。 OK。它本身面包就有原味、酸味，还有这个 cheese。OK。首先我们要先吃的是哪一个？基本上我们先吃原味，然后过后你去拿另外一片来沾这个hummus吃，再拿另外一个跟这个牛肉吃，在最后一个你再吃跟这个沙拉来解腻。每个食物配另外一个食物的时候，它的味道会有忽然间的改变的，是会有意想不到的。所以你总共可以吃12个味道了。12个味道，我相信我们的评审非常的满足，因为这个扁面包吃的应该会很饱。但是待会儿他们将会揭晓哪一道菜会胜出。光豪能不能从 Chef Dio 的手里夺下他的第2把刀？马上来看成绩。这道菜所有配料我都很有信心的，只是牛肉而已，有点担心了，因为我的牛肉有点嚼劲了。如果评审们不喜欢的话，我麻烦就大了。当我看到的结果，我说：“哎，我做到了。”可是我过不了自己的关，因为我觉得不够好。
恭喜！好，马上来听一下我们的评审有什么话说。冯师傅，光豪啊，恭喜你啊！你今天做的这个扁平面包呢，其实发挥的非常的好啊，不管是它的口感还是它的松软度呢，都做到了非常的到位，恭喜你！同时也要恭喜我们的 Eric Teo 哈，你还是把那个作品给很好的呈现出来。如果今天比的是那个馅料对馅料，胜出者应该是 Eric Teo。首先我先讲 Chef Eric 的，你的那个馅料真的是很棒，只是主角面粉稍微硬了一点。那你的呢？哇，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松软、那么有口感的扁平面包。重点是，我是吃软不吃硬的。恭喜你，不吃硬。我后来想到一个方法，可以改进这个西式小笼包，我们就不要包起来，擀另外一个皮哈，就放在上面 trim， 然后粘住，皮不会这样厚。Chef Eric 呢，对我来讲，棒棒卡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起码你做到那个包制这个要求，这个恭喜恭喜。光豪，我刚从伊斯坦布回来嘛，我吃你的 flat bread 的时候，感觉上我还在伊斯坦布。哇，真是非常道地嘞。OK， Chef Eric Teo， 你已经尽力了，是棒棒卡太难了。光豪，恭喜你，你的面包做得非常好。可是我想给你一些建议啊，就是在那个 hummus 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的黑芝麻放多了，掩盖住了那个 chickpea 的香味，然后还有你的沙律哦，我觉得你可以调味调得更重一点，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 balance。谢谢。张师傅，今天棒棒卡算是挑战性最高的一次嘛？对，非常高。因为你在我们的擂台煮东西，真的没有什么说话。你包厢培根要拿来干嘛？什么东西？你看我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情况。我看那个时间已经不够用。OK， 那我第一次做这个，我又不知道它会爆不爆 OK 知道吗？然后我真的说我忘记放什么了吗？啊，我忘记放油啊。哦，在碗里面放油。对呀，忘记放。所以你拿出来的时候有一点困难，因为它粘住嘛。OK， 好，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觉得光豪你发挥的非常好，继续加油。我有 confident 你会拿到第3把刀。谢谢。所以你做的时候不要有差错，因为另外一个师傅下来，这个不好搞啊。真的什么都难不倒他，什么棒棒卡出来都没问题了。是，恭喜你，谢谢。继续啊，继续努力。恭喜光豪，你可以获得3000块钱外加这把刀，恭喜你。好。同时要谢谢我们的评审 Jeremy， 谢谢你，还有叶荣生 David。伙伴们，我已经拿了2把刀，我会继续努力拿下第3把刀，努力吧，大家！耶！我们的团战目标是10把刀，现在获得了5把刀，所以离我们的目标已经不远了。光豪，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，你要拿着2把刀，外加3000块钱回家，还是要挑战我们的最后一位师傅，就是冯师傅？这个4方刀是我最喜欢用的刀，所以 all the way go 7道弯 ，all the way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 ，OK， 勇气可嘉。光豪会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第一位获得3把刀的挑战者呢？这2位非常重要。马上欢迎我们的评审钟晴，还有 David 叶荣山，耶 ，Kim。这一次看到这位挑战者，他已经获得2把刀了。你对他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我来之前就听说他很强了。他不止强，而且呢，他的样子长得比主持人不是跟主持人一样帅，所以我就很期待。我希望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把这把屠龙刀拿回去，所以非常期待。干嘛你说错话了吗？心里不平衡。不想一样吗？太迟了。欢迎钟晴，欢迎。谢谢。好 ，David， 其实光豪他前2道菜你都有在现场，这一次最后一道菜的门槛有提高嘛？当然，我对他的期望是特别的高，前2道菜我就非常喜欢的，是我更期待第3道菜，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？好，今天大家对你的要求都有高了一些，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挑战冯师傅，你必须让他知道你的主食材是什么。我的主食材是看大屏幕。这个一点都不难。想想一下，他到底会用羊的哪一个部位？以他煮菜的那种风格可能那个羊的肚子啦。羊腩。羊腩？羊腩。你觉得是羊腩？羊的对前腿肉。张师傅。羊排。羊排。David。羊腩。
香不香？两选。羊排。 Lamb shank， OK， 冯师傅，你觉得呢？前腱肉，前腱肉。你觉得是前腱肉？锁定答案。锁定它的前腱肉。到底是不是前腱肉？请到备菜区看一下。冰橱里面是。哦，羊腩啊。这中式焖羊腩 OK 啊，强项啊。焖羊对呀不错啊。辣椒啊，生巴吉利，咖喱啊可以了。咖喱我就拿 coconut 给你。可以，coconut 对。麻辣煎了吗？可以。哎呦，把它沾呢。哦，这样还是要做咖喱啊。啊，可能是对。我初步概念就是做成2道，第一道呢就是煮咖喱，那第2道我想来做成那个肉饼，再做辣酱煎这个肉饼。桂皮这些全部要哈。要，桂皮、丁香、咖喱粉。你咖喱要有配料吗？土豆了，土豆哈。哎，到这个是咖喱 yaki sauce， 椰棕油啊，有。哇，这个都出来啊！哇，说它可能煮了放进去，哇，更香。对。哇 ，very good 嘞。哇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哇，来一点 SG 的 product， 羡慕了。应该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靠临场发挥啊。光豪，你这一战关系重大，你有可能成为我们3把刀有史以来获得3把刀的挑战者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，因为羊腩在40分钟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食材吧，是吧？这个是蛮难处理的，但是你需要有一点技巧。总之，你对你这道菜非常有把握。对，非常有把握。再战擂台，不死心。好，你的烹饪时间多久？40分钟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40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首先你要准备的是切肉。先准备羊腩哈。对，切的时候你不可以顺着筋切，如果我不切断它，我需要很久的时间把它炖了。冯师傅，羊膻味通常怎么把它去掉呢？爆炒一下，放些姜，放些酒去撇掉。比如煮羊肉汤，一般都会放柱子。那在煮这个红烧羊肉的时候，就会放一些鸭腿，跟它一起去焖煮啊，那个羊膻味也会被它给去掉。哦 ，OK。那西式料理呢，张师傅？我们来处理它的味道是，我们用那个 fresh 的柠檬擦一下，然后就塞蒜头进去 ，OK，然后就冲白酒，它的味道就去掉。光豪，你现在在你的这个气压锅里面加油，是要处理你的羊肉？不是，我要处理鲜香料。你的鲜香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洋葱啊、蒜，然后辣椒这些啦。所以你香料里面也是加了桂皮、丁香、八角。OK。哦，所以你的羊肉会先去爆炒一下。对，通常这些一稍微温度超过170、180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挥发了。Kim， 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说法？没有，我都是阿嘎的。哦，对对对。看一看啊，闻一闻这样啊。对。我才知道，我不懂它的原理。OK， 你刚才已经把水倒进去了。对。所以你这个要煮多久？这个我现在压20分钟。OK， 好，现在你在干嘛？我在削土豆，羊肉啊、咖喱这些配土豆特别好吃嘛。Chef。来，谢谢。会，好的 best， 加油！加油！有 ！Chef， 我们这个是要夺最后一把刀，我们来听一下3把刀的口号好不好？3把刀，一条心。Chef， 羊腩怎么处理啊是最好吃的？就一般是做红烧吧，然后咖喱吧。OK， 所以处理这个的难处在哪里？烹饪的时间要长一点嘛，今天的时间比较紧迫了，要达到那个软度哦，就很大的挑战哦。OK。这个是什么？他要做巴达还是要做面包？应该是他要让它发酵先。28分啊！哎，它没有发酵的话，它敲啊那个来不及。就快27分了。啊 ！Oh no！ 好，敲钟的意思就是邦邦卡要出来了，请邦邦卡。A、B、C 选择是 A， 请看 A 是什么？手心手背。啊？我觉得手心手背啊，是2味2师徒一起煮吧。可能给他多一个肉，再煮多一道菜了。会迷了，回去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手心手背是什么。邦邦卡，请上菜。哇，加东西啊2盘呢？加料啊？
一盘都厉害了，还拿2盘下来。 OK， 手心吃肉，手背也是肉，都是肉意思就是一视同仁，把他的食材放在你这边，是就是用同样的食材煮出你这道菜。光好，这个肉质你还满意吗？肉质我还没试，就是尽量开大火。你要 reduce 它是吗？对，好，Chef 帮你 check 那个气压锅有走吗？哈，它好像还是18。哎，你在走吗？没有走啊？没有走啊？哦，没有走啊！啊，这哇，浪费了很多时间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尽量的准备挑战吧。